我真的准备好当一个妈妈了吗？刚开始是你会有一些很多问题，像是说，我前3个月我要补充什么，然后，如果不舒服我应该怎么做？出生如果有问题，我要怎么去承担这些风险？我以后要，怎么教育小孩，怎么去抚养我的小孩？对，所以每一次去产检的时候，其实要照那个超音波之前，自己都还蛮紧张的。其实我觉得说不紧张是骗人的啦，但就是欢迎回来大特照，我是小云，我是 Terry。Terry， 上集我们有聊到啊，你的朋友有当妈妈的，那他们孕吐会不会很严重？我跟你讲，因为上一次就是我那个男朋友，我朋友的女朋友，她跟我去吃饭，那因为她已经有一定的肚子量，然后她呢就跟我去吃那个空霸本，然后我那天穿的非常的时尚，结果她就递那个卫生纸过来给我的时候，她突然天女散花，然后我满身被她喷的都是吐，还有空吧。其实这样也不错只有你才有的空霸装。我觉得我不太需要这个东西，但是因为这个疑问呢，我觉得我们还是来问专业医师安生诊所院长吕秉正医师。欢迎吕医师。主持人好，各位照 TV 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吕医师，像妈妈孕吐啊都非常的严重，那可是妈妈们会想给小孩补一些东西，可是吃进去马上要吐出来，这样小孩有补到吗？对，其实这个也是很多孕妇怀孕了以后，尤其是第一胎的孕妇很担心的问题。那其实在我们想要怀孕的时候，其实我们这些营养应该在怀孕以前就要开始准备了。像说一些血色素太低的时候，小孩子很容易生出来不正常的小孩。所以贫血的病人都要比较小心。所以我们在饮食上面当然多摄取一些有铁质比较高的啦，红肉啦，蛋白质啊，再来就是叶酸多一点的。不一定说一定要去补充叶酸，因为补充叶酸在文献上报告太高的叶酸的剂量也不好，适当才是最好的。那你假如说不放心，现在市面上里面有铁剂啊、叶酸啊、综合维他命 B 群呢，要吃的营养素里面就是1颗你就是担心的话，你这3个月以后，你就每天跟他吃1颗等到怀孕的时候，就是要让你多休息啊，所以上帝就是叫你一定要让你很不舒服，一定要躺在床上啊，不能爬爬照。这上帝太残忍了吧？所以前3个其实你摄取的东西，反而它吸收很少。那我们只要说想吃什么吃得下，那我们就吃什么但是有几个啦，甜的少吃，因为甜的比较会刺激胃酸，容易头晕，容易恶心，容易呕吐。因为我们前3个月里面最重要就是体内的黄体素，会让我们的胚胎稳定的发育。所以像抑制黄体素的这些东西我们就少吃。那水果里面当然就是木瓜饮食里面当然就是比较多的常见的就是薏仁这个就是少吃。那这个少吃的话，大概这个没有什么关系。等到12周到了，所以我们在孕妇手册里面12周营养要注意，就是孕期营养才开始，你要补充什么这样。那医生之前很常会有人说，就是喝牛奶小朋友会比较白，那喝咖啡小朋友皮肤会比较黑，这是真的吗？其实这个有很多的坊间都是这样讲，但是就我们的经验里面，它是没有什么帮忙啦。就像说，我怀孕的时候我的羊水很少，我多喝一点水，是不是羊水就变多了？没有用啊。所以这个其实没有科学根据啦。但是牛奶本来就好了，因为它补充蛋白质啊。所以其实就是孕妇就是多补充蛋白质，对，然后少吃一些甜的，对，淀粉类的少吃。前阵子我看到一个新闻，就是说，有一个打扫卫生的阿姨，她进到那个公共浴厕，结果她就发现说，垃圾桶为什么一直在渗血？结果她就发现那个垃圾桶里面呢有一个黑色的袋子，它一打开里面是一个胚胎。天哪，哇，这个你确定这不是什么鬼故事吗？然后甚至我还听说过有人呢会找那种秘医就是那种宝宝已经成型的，把它拿掉，然后就直接把它也是一样丢到垃圾桶或是什么水沟里面。医生，那像我们怀孕初期啊，子宫胎位啊，是不是最不稳定的时候？这时候造成的流产也比较容易发生。对，所以我们前3个月里面，大概就前8周，
前8周的时候流产的机会其实是最高。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其实它有2种因素，一个当然就是我们太劳累了不去注意它造成它胎盘的剥离啦，胚胎的萎缩造成它流产啊。另外一个因素其实有时候是染色体的问题，只要这个胚胎本身不好，它在8周、9周的时候，大概就会自然淘汰。它可能染色体的问题，它分裂不平均，它是没办法再分裂了，所以它就停滞在那里，然后相对慢慢就萎缩，所以胚胎就不再长，所以我们称为萎缩卵。所以其实这个机会也是蛮高的，就是物竞天择嘛，它也不希望让我们生一个不健康的小孩，所以其实很多都在这个地方淘汰。那什么情况之下要看看爸爸或者是妈妈他的染色体有没有问题？一般我们假如说连续像这种3次了，我们一定会考虑到是不是那个爸爸妈妈他的染色体有问题，所以2个结合起来才会造成说一直流产，所以这个叫习惯性的流产。假如超过3次，我们就一定做染色体检查。假如是他没有问题，那就是纯粹就是缺少黄体素啦，或者是本身不注意啦、太劳累啦，造成他流产。原来话说刚才有提到啊，像是人工流产这些，我印象中人工流产啊这些堕胎的手术，是不是有合法的时间？是在怀孕几周到几周之前是可以的，几周之后就是不合法的。这个我们在24周以前，我们叫做流产。那流产的时候，就是胎儿还没有赋予我们法律上的生命，所以我们假如说小孩子他会有异常，有基因的异常啦，或者是发育上的异常啦，或者是你有身心，好像妈妈怀孕的时候，就是她没办法接受这个小孩，反正就是有一些必须要拿掉的理由，那我们在合法上面都是 OK 的。但是24周以上，包括你小孩子有没有畸形，都不符合我们优生保健法，所以你想要拿也不能拿，就要把它生出来的。当然，如果大家真的没有很想要怀孕，那建议还是前面的防护措施啊，所谓的避孕措施还是要做好。对，因为如果你中途把它拿掉的话，其实对一个新生命来讲是非常不公平的。话说 Terry， 你朋友有没有看过你朋友去产检都拿一本小本本？没有，我通常都看到妈妈本人，但我没看到她拿本本。医生，我知道啊，很像怀孕的妈妈都会有本小本本，叫做妈妈手册。对。那妈妈手册是妈妈知道怀孕就会拿到那本手册吗？还是说要过几周才拿得到？我们一般都是怀孕稳定了，我们觉得说这个胚胎稳定了，应该没有问题了，我们就会发给他妈妈手册。那平均都是在8周，就是刚刚讲过，我们有心跳了，胚胎发育正常它这个大概就没什么问题了。其实后面不一定没问题的，有问题的机会很少。我们就会发给妈妈手册，然后里面有一些内容，让妈妈回去看一下有没有什么不懂的啦。那这种妈妈手册，它是不管在诊所还是诊所跟诊所到医院，通通可以互相用的。你这里记录的，他会把它记录在里面，不管到哪一家，他看记录都会知道说上一次产检的结果。蛮通用的，不会说什么在这里要1本，在另外一个地方用1本。对。不过医师，妈妈手册除了是给妈妈看，那给爸爸看，爸爸需要注意什么？爸爸就是好好照顾妈妈就好了。这么简单吗？贴心好人们有没有听到？医生都这么讲了，好吗？好好照顾妈妈们。对。不过说，有没有可能妈妈们觉得今天呢完全都没有状况，完全没问题，就不去产检？其实产检还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说小孩子健不健康跟染色体的数目上很重要。染色体的数目，我们在16到18周的时候，我们可以做羊膜穿刺，或者是在12、13周的时候，我们看后颈部的厚度，或者是说我们做母血唐氏症，可以去把它区别出来，说它是不是属于染色体那个数目上高危险的孕妇。那这种的话，当然就是做羊膜穿刺去确定，那我们数目上就知道了。但是染色体的里面的基因目前是一个盲点，还没有办法去很精确的去检查出来，所以它都要才表现出来，我们才知道。就像说我们到12、13周的时候，它手脚身体都发育出来了，头也发育出来。那到12、13周的时候，它染色体正常但是它可能会有水脑，可能会有无脑症，可能会有腹裂，可能会有脊椎裂开。这些都从超音波里面，我们从表象它表现出来，我们才可以知道了。所以这个有它周数上的限制。那像兔唇这个也是属于基因的问题，那都是基因的突变造成的。那可能在5个月
那时候看起来比较清楚。那再来就是先天性的心脏病，可能是24到28周中间还比较清楚。再来就是小脑症要到32周，所以它其实一个周数都有它要看特定的东西，看有没有问题。那这个都是属于基因，因为我们没办法去检查基因，我们只能看说它基因表现出来，所以我们才知道。就像说生产完了以后，都外观都 OK 啊，都没问题，也不见得很健康，因为我们还有一个新生儿筛检哦，宝宝生出来对，还要做一个新生儿筛检，包括蚕豆症的这些代谢上的疾病，我们还是要再去检查。那很多婆婆们啊，不是自己的媳妇在怀孕的时候啊，都会顾东顾西啊，媳妇一个不小心的感冒就感染到一些疾病，或是不小心感冒了，对于胎儿的影响大不大？其实因为我们有一个胎盘保护着小 baby， 所以其实你一般的感冒不大会影响到小孩子啊，所以也不用那么担心啊。就是像有一些比较像感冒啦，或者是哪里酸痛啊，哪里痛啦，有时候你或许想要吃个药，但是这个药不是很特殊的药，大概都没什么关系，它也不会经过胎盘的，所以不会影响到小 baby， 所以没关系的。不过医师，我想问哦，像怀孕的妈妈，如果她可能就是她平时有运动的习惯了，那在她怀孕的这段期间，会建议她做哪一些的运动？不建议做剧烈运动，就是你一般的散步啦，这些走路啦，这个大概都没什么问题。跑步甚至我们不是很建议。那到后期的时候，我们比较会建议去爬楼梯啦，就是会比较好生。但是你不能在胚胎还那么小的时候，万一你过剧烈的运动，你子宫收缩变成早产的问题，所以你又要安胎，所以得不偿失。那我们就是一般的散步啦，走路啦，大概就可以了。那医生有没有要提醒各位准妈妈们，在怀孕中期呀，除了注意一些疾病的感染之外，还要定期做一些产检？还有没有什么是妈妈们真的需要特别注意的？因为我们在大概16到18周，大概平均都18周以后，小孩子来踢我们的时候，大概就妈妈都可以感觉到。所以在18周以后，我们最重要就是胎动的问题。你只要觉得突然胎动变少了，或者怎么没胎动了，赶快到医院去就诊，看看是什么问题。一般万一说没有心跳了，他就没有胎动，那就赶快要诊断出来。那另外一个情形，其实最多的就是子宫在收缩。那子宫在收缩，有时候小孩子一踢你会感觉不到。那个情形，假如说收缩严重，就要赶快吃安胎药抑制子宫收缩，不然的话，万一早产会就来不及了。像一些子宫颈闭锁不全，都是在中期的时候发生。你小孩子一有重量了，平常大概在3个月、4个月，它重量还不够，所以它不会掉下来。你只要子宫颈闭锁不全的，大概5个月、6个月、7个月，很容易就掉下来。那你一旦它子宫颈一开，你就来不及了，有时候要缝都来不及。所以妈妈们真的是除了产检以外，也要很注意宝宝在胎动的状况。别以为今天没胎动，是不是宝宝比较乖了？这真的要好好的注意哦。下集也要麻烦吕医师为大家说明，生产都辛辛苦苦怀孕10个月了，走到最后一步，终于要卸货了。但这一步很重要，有哪些事是我们不能疏忽的？喜欢这期影片，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分享，也别忘了帮我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期再见，拜拜。